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江苏盱眙这个地方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因为这边的小龙虾非常出名。今天我们就不吃小龙虾，来看一座明朝的皇帝陵。明朝的帝王陵总共是有5个地方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南京的明孝陵，还有北京的13陵。另外3个地方，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。第一呢是朱元璋的老家明皇陵，葬的是朱元璋的父母还有哥嫂。另外一座呢，是我们今天来的，葬的朱元璋的祖宗。最后一座呢，是在湖北的钟祥明显陵，那个是嘉靖皇帝的父亲。朱元璋的祖宗就埋葬在这个里面。这一座陵墓非常特殊啊，它地宫是埋葬在水里面的，相当于是中国唯一的一座水下皇陵。生前也是没有做过皇帝的。我们看的明皇陵、明显陵，包括今天这一座陵墓，墓主人生前都是没有做过皇帝，后面追封的。只有明13陵、明孝陵是真正主人身份是皇帝。明祖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3代的衣冠冢，也是其祖父的实际安葬所在地，为明代第1陵。大概是从洪武18年，公元1385年，朱元璋呢令太子朱标大修这个祖陵，一直到永乐时期才修建完成，总共呢是历时28年。这座陵墓当时建成之后是规模非常大，气势雄伟，占地面积达到上万亩，可惜后面损毁了。这就是陵墓的大门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是新修的了。当然也是按照明朝那种皇令来修建的，整个这座陵墓地面建筑都是重新的。原本的话，就剩下我们能够看到的地宫表面，还有石刻。这里面的石刻是非常精美呀。刚进来就看到一个九龙壁，上面是9条龙，高度大概是5.9米，长4、5.9米。它这里称之为九龙壁，但实际来讲并不是真龙，因为可以看到它的龙爪是4爪。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主人他生前没有当过皇帝，只是说被追封。这朱元璋有没有见过这几位祖宗都不知道呢。朱元璋很有可能连他的爷爷都没有见过，因为朱元璋他算是出生在凤阳，他的父亲应该是从这边迁移过去的。前方看到一栋比较雄伟的建筑，是陈列馆，应该是介绍明祖陵的。可以看到黄色的琉璃瓦。说到这黄色琉璃瓦，我们得来说一下，一般都说是帝王才能使用的，实际来讲，黄色的琉璃瓦是从元朝开始的。在唐宋也好，以及之前，我们根据出土的一些东西看，在上面呢，并不是说采用那个琉璃瓦，甚至说黄色的琉璃瓦，这个是没有的。看很多资料，它就是那种青瓦或者灰瓦，甚至说连琉璃都没有。是到了元朝差不多开始，才确定了黄色，这是皇家皇帝才能使用的。另外，这座陵墓地面建筑除了那个石刻全部是损毁了，并不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啊或者那些起义军弄掉的，而是在清朝康熙时期被洪水淹没了，包括这个附近古城也淹掉了。先去这个陈列馆看一下这座陵墓有哪些与众不同，再去看地面那些建筑。刚进来就看到明代皇帝陵的简表，按照正常算起来，明代的皇帝陵总共是17座，明孝陵、北京13陵加上3座追封的，这就是17座。还有一座呢是这个朱祁钰，他的陵墓怎么说呢？称不上皇帝陵，因为他去世的时候被朱祁镇取消了皇帝的称号，也没有葬在明13陵。后面是朱见深上位了之后，
恢复了他的皇帝称号。那这样算起来，整体来讲，明朝的皇帝陵是18座。朱允炆的到现在也没有找到，没有确切的说法。公元1368年正月，朱元璋登基之后，随即呢，按照儒家礼仪，并参考唐宋旧制，追封其4代祖先。他的高祖是玄皇帝，曾祖呢朱弑九为恒皇帝，祖父呢朱初一为玉皇帝，父亲呢朱五世为纯皇帝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朱元璋家族他们都是以数字为名字，这挺有意思的。朱元璋叫朱重八，他们家等于是按顺序排列下来的，可能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取名字。追封之后并没有马上修建陵墓，因为明朝刚成立，百废俱兴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陵墓呢只能缓一缓。是到了洪武17年，公元1384年，朱元璋呢就把对于修建祖陵这些营建列入议事日程，这样的话就正式开始修建，达28年之久。这是明祖陵的复原图，看起来规模是非常大呀。它有3面城墙，占地面积达到上万亩，里面的亭台楼阁、房间这一些达到了上千间，规模是非常大呀。也是分为外城、内城和皇城。古代的帝王陵基本上都是这种布局。从展览馆出来了，我们继续去前面看一下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在这里还看到一些下马石是对称的，意思就是说文官到这里下轿，武将呢下马，在之后就得徒步进去了，包括皇帝也是一样的。前方看到这个建筑呢，叫做红门。我们在明孝陵，包括其他的明朝的帝王陵，都会有说大红门、内红门、外红门，这个是非常壮观的，是单檐5殿顶。这里呢出现3个门洞，中间呢并不是皇帝走的，这和神道有所区别。中间是祭祀仪仗通行的地方，而来祭祀的皇帝走哪里呢？走东边这个通道。西边的这通道呢是来祭拜官员走的地方，这都是有明文规定的，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呐。还有一点呢，就像我们平时说的，皇帝皇后安葬的时候，棺椁就是从中间这里进去直达地宫的。这个红门当然也是新修的啊。再过来就是今天最重要的看点的地方，神道以及石刻。中国历代帝王陵墓前面都有一条大道，神道，也就是墓道，意为通向天堂的道路。在神道两侧呢，一般都有石刻。神道石刻呢，是皇家地位的象征，威严的体现，也是皇帝生前排班序列的缩影。这条神道总共长度呢是360米，最重要的是前面的石刻，总共呢是有21对石刻。其中呢，石像是19对，还有2对石王柱。在这个里面呢，有麒麟、有狮子、马，还有狮人这些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石刻是整齐排列在这里，实际它是有一个变迁的过程。一开始我们说这座陵墓是朱元璋朱棣那个时候修建完成的，那这些石刻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全部都有了？不一定啊。因为在明朝嘉靖的时候，这座陵墓呢还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修缮。有一种说法，这些石刻呢在那个时候增加了一些，真的是否如此，我们就不得而知。这一座陵墓是有2个大的变迁。第一呢，是明朝灭亡之后，在顺治的时候，这一座陵墓的管理所就被撤销了，后面连祭祀也取消了。那最大的一次变迁呢，是到了清朝康熙时期，这一块发生了大的洪水，淮河和黄河同时涨水，这一座陵墓呢和这一块的古城全部被淹没了。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又经过好几次涨水，那这些地面建筑木质结构就全部被损毁了，这些石刻呢也掩埋在泥沙里面，倒的倒了，被破坏的被破坏了。后面是上个世纪60年代，这些石刻被发现了，后面就经过修复，重新
把这些石刻排列在这里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上个世纪经过重新排列放置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刻，都是非常高大的，总共21对石刻。这在中国帝王陵墓前面的石刻算是比较多的。最多的帝王陵墓石刻是明皇陵，就是安徽凤阳的。这2座陵墓整体雕刻呢都是相似。那这些石刻呢，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。反正我站在这里感觉啊，它和明代后面的石刻有所区别。整体这里呢是遵循了唐宋时期的，因为我们看唐王朝、宋朝的石刻都是比较高大，雕刻呢也是非常精美，而这里呢就有点类似，基本是参照那一些。而到了明孝陵开始，以及后面的陵墓前面石刻，就算是有自己开创性的东西了。先看到的是2对站立的麒麟，这些石刻真的能和唐朝的媲美啊，甚至可以说比唐朝中晚期的都更大、更精美。它是一种瑞兽嘛，有这样的说法，麒麟的出现寓意着这个王朝有圣主出现，从而呢，就我们看影视剧或者一些资料都会记载，下面的官员呢，经常会杜撰说这里出现了祥瑞，麒麟的出现，就意识到这个王朝越来越好，皇帝呢是圣明的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些麒麟的雕刻。这里的4只麒麟都是雄性，它们都是站立的，身体非常高大，气魄雄伟。麒麟和下面的石头是一整体，也就是说当时是在一块石头雕刻出来的，可见工匠的雕工之巨啊。麒麟都是头顶独角，身披鳞甲，鳞甲呢呈圆形且相互叠压，一丝不苟。经过了差不多600多年，这个鳞甲还栩栩如生，还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有不一样的灯光，或者是晚上一照射，真的感觉像是一头真正的麒麟在这个地方。它们的4肢呢敦实，特别是那个角啊，有点像大象的，非常粗壮。麒麟的尾巴非常粗而且长，从上面到底部的话，感觉呢像是瀑布直下，一丝不乱。象毛呢以脊柱为界，分披两旁，层次分明。在麒麟的胸、颈以及臀部还雕刻有云气纹。它这个头部也挺有意思的，特别是这个眼睛、嘴巴看起来有点呆萌呆萌的。这些石刻在这附近都是600多年了，有一些呢是已经损毁了，后面经过修复，像眼前这个就经过修复了，看得比较明显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些麒麟确实是有点呆萌，有点可爱呀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麒麟，以及等一下看到的石人，还有狮子、马这些石刻，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，就都有区别，特别是脸部。麒麟过后是6对蹲坐的狮子，在神道两侧有这么多狮子还是比较少见的，最多的是明皇陵，总共是8对16只，这里呢是6对12只。这12只狮子全部是蹲坐状态，雕刻工艺绝对是可以和唐宋的比肩，这个细节是雕刻的非常精美呀，比我们看到的清朝真的是好太多了。这些狮子呢都是昂首挺胸，气势非凡，它的鬃毛全部是看得非常明显，不杂乱，很有规则的排列在那个颈部。狮子身上的肌肉呢也表现得非常健壮、自然、逼真，特别是每一只狮的颈部啊，也就是说脖子都雕刻有4带我们说的套圈一样，上面呢还有铃铛、有球、有扑手，还有一点像辣椒形式的那种，这看的是清清楚楚啊，每一只狮子都有，而且还都不一样。这应该是一个球体，经常有人摸都有点包浆了。这雕刻精不精美？600多年，这个细节还看得非常清楚啊！这条纹
像这一只就明显不一样了，铃铛在右侧，铃铛的条纹也不一样，等于每一只狮子的雕刻都有所区别。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3只狮子是明显不一样的，这个胡须很长，旁边2只就没有，包括它的雕刻也不一样。这是铃铛加辣椒，有2个铃铛，而前面那个呢，辣椒就没有了。我们说辣椒只是好形象一点，它正常来讲应该是叫扑手。看看它的头部，嘴巴是闭着的，眼睛睁开。这里的狮子嘴巴也全部是闭合的，每一只狮子也是不一样的，特别是脖子上那个项圈雕刻的都不一样。狮子过后是2对石王柱，它也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看到前面这一对是仿唐，后面那一对是仿照宋朝的。仿照唐朝的这一对，柱身呢比较华丽，高度是6.5米，呈80形状。柱子上面呢还有一些雕刻，有蚕枝、如意、牡丹、菊花等花纹。在柱子的顶部呢是那种石榴状，仿照宋朝的就有点区别了。它高度是5.8米，也是呈菱状，不过呢柱子上面是没有雕刻的，顶部呢是火焰宝珠的形状。石王柱过来之后是2对石人，这是马官，就管理马的。一看这个石像也是非常高大，怪不得说是承接了唐宋时期的，确实是如此啊。看到手上拿的东西就知道了，这应该是马鞭，可惜这个头部没有了。再过来就是我们俗称的藏马人，就是控马的。看这个马精不精美？我第一次看到在马上面有龙啊，这是马鞍。这马鞍比我们在唐朝看的都更大，确实精美。看看这个雕刻，在背面就能看到他们是牵着马的，等于他时刻是为皇帝皇后准备马匹。这边还有单独的死马，算是皇帝皇后的坐骑，也叫天马，高度2.65米。这匹马的肚子下面是有云纹浮雕，刚才的没有，它这也是一整块石头雕刻的。这个马鞍呢上面是有龙，就证明这一匹马呢是皇帝乘坐的，刚好呢也是在东边。这是西边的马匹，它雕刻就不一样了，它上面雕刻的应该是凤凰，就代表这一匹马是皇后乘坐的。在马的嘴巴上面套圈也能显示得出来，皇帝呢是一个圆球，而皇后的马匹是花朵，这都是细节。这也看得出来这个雕刻太细腻了。在第一段神道的尽头，最后2个石像是侍从，这不是太监啊，高度3米，重达5.8吨。再往前走是金水桥，中间呢是皇帝走的，左右两侧呢差不多是3品以上的文武大臣才能走。那当时朱标应该是走过这座桥的，朱元璋没有来过啊。这边还有一些盘龙柱，这些都是重新修建的，原本的话已经被洪水损坏了。这一座陵墓还有明皇陵都是朱标主持修建的。桥过来之后是第2部分的石像，这里主要是石人、文臣、武将，还有太监。没错，真的有太监。这在陵墓前面放着太监的石像，确实是很少啊。总共是2队文臣、2队武将、2队太监。这首先看到的就是文臣了，都是非常高大的，
和唐宋的可以媲美，手上都是拿着护板。可惜啊，有点损坏了，特别是这一个，毕竟在水里面淹没了300来年，经常是冲刷，然后一开始可能还摔倒了，就有点破损也是正常的。那这个呢是经过修复的。反正如果要看石像高大，基本是唐宋的，再加上明初的2座皇陵，在这些纹层后背上面也是有雕刻的，特别是这里有一些鸟，就我们说的衣冠禽兽的一种，代表品级。这里是鹤，就1品大员。他如果是穿那种上朝的服装，那前面也会显示的。那武将就很好理解了，武将是肩膀那一块，狮子、老虎、走兽，衣冠禽兽嘛，就这样的，这个非常精美啊。反正每次看到明朝的武将石像，我就会拿出来和清朝的对比，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最后是太监，这风化的比较严重，右边的也是东边的被损坏了，这一个比较完整。这里是2对太监，在中国帝王陵前面放置太监石刻的只有2座，第一呢是这座明祖陵，第2座是明皇陵，都是明朝初年的。有一种说法说明孝陵前面也放置了太监石刻，但是至今呢是没有发现，只是说有这种说法。为什么放置太监呢？我估计啊，是太监作为皇帝的贴身侍奉，这是一种象征。为什么只有这2座帝陵有呢？可能当时朱元璋想着是他的父亲、祖父这些没有当过皇帝，那追封他们的话，就把相对应的这些配置全给他配上，有人服侍，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呀。石刻到这里就看完了，确实是非常精美呀。还是那句话，佩服这些工匠。石像看完了，就马上进入到内皇城遗址了。这里以前应该是属于大门，我们常说的临恩门，这也是非常大呀。这边等于是属于核心区，祭祀也是在前面。那一块呢有一个享殿，早期的是叫享殿呢，后面到了嘉靖的时候，他把这些全部改了。这个享殿肯定是那种重檐歇山顶，非常高大的建筑，就像故宫的那个太和殿一样的。这边还有很多柱础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以前规模非常大，柱子也是很大的，基本上都是用金丝楠木的。这是享殿的复原图，重檐歇山顶，等级非常高了。这边是柱子、柱础。柱子的直径都差不多1米，整体可能有1.2米到1.5米呢，就证明非常宽广啊。可以说明朝初年的建筑啊，都是气势雄伟、规模宏大，可能是跟一个王朝新建立有关。过了享殿，前面呢就是地宫所在地。由于这一座陵墓建造的时间比较早，它是没有方城和明楼的，只有封土堆的形式。明朝方城明楼是从朱元璋的明孝陵开始。这里有一个十五供，应该是后期弄的。明朝陵墓前放十五供是从朱棣开始的，不光是陵墓前有十五供，在地宫里面呢也有十五供。十五供后面就是地宫所在地了，就这一块。在这里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，是一个月牙形，里面呢全是水。地宫的入口呢就在水下面，往前就能够看到水里面呢有9孔炫洞，这就是地宫的入口，穿过去呢就能直达地宫。总共是9个，最右边3个炫洞可以看得出来是最矮，它里面站着呢是朱元璋的爷爷。最左侧3个稍微高一点点，是站的朱元璋的曾祖，是衣冠冢。中间最高的3个是朱元璋的高祖，也是衣冠冢。等于来讲的话，这里呢
真实葬的就是朱元璋的爷爷。整个这一座地宫泡在水里差不多300多年。现在地宫里面肯定也是有水泡着的，可能很多人会说，那为什么不把水抽干呢？实际来讲，上个世纪试过，效果不甚理想，水一直没有抽干。后面经过探测发现，这地宫里面的水和外面的淮河变成了一个系统，相当于是连接的。你这里不管再抽多久，淮河水都会进来，等于是抽不完的。从而说，这一座陵墓是中国唯一的一座水下皇陵，它是被动的成为水下陵墓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看到这是9个旋洞，这在中国陵墓史上应该也称得上是唯一，就9个旋洞并排的，其他陵墓也是没有。这一座地宫里面，当时安葬的时候肯定是放了很多陪葬品的，有没有被盗不得而知。反正如果真的有被盗，就是明朝灭亡到康熙那一段时间。我猜想啊，应该是没有被盗掘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说是也没有被盗掘。地宫里面应该还是有很多宝贝、很多文物的。入口后面就是封土堆了，当然以前是没有这么多树木的。这一座陵墓和明皇陵都算是明朝早期的陵墓，它为明朝真正的皇帝陵奠定了一个基础。因为这些陵墓基本上还是遵循唐宋旧制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制。明清两朝的皇帝陵确定了规制是从朱元璋的明孝陵开始，后面的皇帝陵墓基本上都是参考他的来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明祖陵还有明皇陵也算是为明孝陵奠定了一个基础嘛，因为它是更早修，在修的过程中慢慢就形成了制度，形成了规制，从而说明初三陵是此后明清皇家陵寝共同的源头。当然最重要的源头是明孝陵，它的方城明楼算是一个开创性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明孝陵的方城明楼，还有庞大的墓冢，它后面的皇帝都是参考这个来的。到这里明祖陵就差不多看完了，尽管它可看的东西没有其他的明清帝王陵那么多，不过这座帝王陵意义还是非同一般的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